有些太老的哈，我们当然不建议给太老看啦哈。有些很老，60、70岁了在帮你植牙哈，那植完牙之后他都不知道哦。三宝牙科工具器，咖喱去去假巴黎。大家好，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哈。第3个系列啊哈，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主轴啊哈，10大踩雷牙科诊所。就是当你走进一间牙医诊所的时候，你会注意哪些东西？哦，这间就水耶，装潢啊，然后嘞，还有嘞，因为可能牙医师我到底是去给谁看啊？他是谁？啊，你可能会去 Google 一下哈。事实上，我们一看感冒也不会去找啦哈。设备哈，设备哦，它用了什么哦？标榜水雷射怎样啊哈或者是环境干不干净啊哈。像我们有时候诊所旁边啊卖吃的胖老爹哈，有时候偶尔还是会看到蟑螂爬，那没办法啊，在1楼店面呢，除非你坐在2、3楼，我们甚至也有老鼠，都要请抓老鼠的来看啊，定期都要放药。好，第5个牙医师的年纪，好，有些太老的哈，我们当然不建议给太老看啦哈，有些很老，60、70岁了在帮你植牙哈，那植完牙之后他都不知道明年就去看都不知道有没有再开了哈。所以牙齿照顾建议不要给年纪太大的医生，我没有说他不好啊哈，我只是说如果你跟他一样老的话那好 OK 啦哈。如果你很年轻的话怕你的牙齿成为孤儿的话怕找不到这个医生，我们可能建议还是不要找太老的哈。好可是呢第6个消毒，这也是我们这次的重点啦哈。就是我们进到一家诊所，你怎么判断说这家诊所用的都是很卫生？就像你去吃路边摊，跟饭店吃东西，他们的瓷盘就是经过可能消毒有一定的流程啊，盘子啊清洁啊，高温高压杀菌啊，用的是瓷器啊，瓷器才可以高温高压杀菌嘛。那你去路边摊用的什么？美耐敏的那没办法，尤其是洗一洗，然后呢把油洗掉干燥所以我们这个主要影片主要跟大家分享10大踩有这些部分就是要注意那我们一般牙科用的器械包就是口径镊子探针手套还有什么围兜兜这些可能有些诊所有，你会看得到有些诊所你可能看不到好，我们场景1我们看一下你看一下场景1这个有什么不一样进到一家诊所给你介绍然后这边请坐来这些器械都没有用过好，这场景1我们看一下场景2场景2一样我们你可能走进一家诊所医生怎么已经戴手套了器械都已经放在上面了桌面已经打开很多然后上面也都插着什么手机了就是治疗用的这种手机这种治疗用的手机已经插好了。这2种情况到底哪些是好，哪些不好？你到底分得出来吗？你到底分得出来差别吗？你到底分得出来差别吗？哪个是比较 OK 的，哪些是 no 不行的？你看得出来吗？左边还是右边？场景1还是场景2？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好，这2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手套是否已经佩戴好？有些医生，有些我听过了有些医生
看了一整天的病人，就是戴那一双手套，不敢看2、3个、5个、10个，就是戴那一双手套，因为很节省用。好，如果你去看诊的时候看到医生手套戴一整天都没有换下来，或者已经是空手进去的，还是怎样？你要注意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上个月也有一个病人来说，我之前去在东湖这边看到一间比较资深的诊所进去，为什么医生都不戴手套？看完吓死了，好，然后就来我们诊所了哈。我们当然是照标准做了哈，都不戴手套的医生你也要注意啊要可能刚挖完鼻孔还是怎样反正就是这样不戴手套也要注意第三个，器械是否打开？我们通常是等病人入座之后，我们把基本器械包打开，再把器械打开这是我们标准的不然你就不知道这个器械到底有没有用过这样懂吗？那个器械到底有没有打开用过你要注意第四个，桌面是否干净？基本上新病人来坐着的时候，我们只准备基本器械、铁盘围兜兜都放在上面这样子，这样懂吗？然后桌面是否干净没有用的东西我们基本上不会放在桌面的第五个器械耳是不是打开？有些因为牙科因为在洗牙或者是治疗喷雾的时候，很多雾气、水气有可能有些细菌水气有些飘出来，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用的东西我们都是上盖，这样懂吗？所以有没有加盖，这也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啦因为这些细菌病毒会被飘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好，第六个，手机是否装上？我们现在的感控标准是1人1机就是要用的时候才放上去，才使用，才开包装要用的时候才打开，才使用，才用包装，这样懂吗？第7个，我们会做感控的贴膜，就是我们医生碰到的地方，我们都会把它贴起来，我们怕污染然后使用完之后把它换掉，所以我们贴膜不换掉，就是我们要消毒，把它消毒完第8个围兜兜是否打开？基本上我们基本器械就含有围兜兜，我们打开我们才为病人接下来我们讲到第9点，是否为开放空间？当然这不是必要的啦因为有些诊所设计空间真的比较小，一整排一整排你当然现在诊所比较注重隐私的部分有些会设计独立空间这样的独立空间有的最主要的好处就是别人的飛沫口水不会飘到隔壁去这是现在后疫情时代大家比较注重的啦当然空调的运作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也是列入你选择诊所的一个选择啦如果是大开放空间一次都几十个，这个部分你可能也是要列入考量。当然好医生也不用想太多啦，给他做就对了。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等等，就是跟诊助理有没有跟诊助理？因为有些诊所真的是1人诊所啦就是挂号也是医生然后什么跟诊看诊也是他自己一个人到结账也是他收钱也是他都是一个人。但有个缺点是什么？因为像我们都当过住院医师，也都没有助理，你一个人你要做感控真的很难。你戴手套手已经碰到血了你要去拿东西，拿柜子拿东西，你有时候很懒，就会手套没有换直接到处摸，所以就很容易造成污染，这样懂吗？所以如果没有请到没有请助理的，现在请助理也是很贵3万多块加劳健保加年终有时候都3万5，很贵现在人力只会越来越贵嘛，大家都知道所以有些医生会省省了事实上也是牺牲自己的权利啦所以请助理主要目的是帮我们拿东西我们不用我们污染的手就不要到处摸
就是最主要的是这样哈。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要注意这么多，我们不一定记得了那么多啦哈。好，最简单的方式，当你拿到牙科收据的时候，好，它有一个审查费，好，如果这家很注重感控，好，有经过健保局鉴定，好，审查费有355这个费用，好，如果没有经过感控标准你去做的，哦是230，看懂吗？就是你这间诊所很认真做啊，健保局会给你多一点点钱，多给你100多块，可是你可能前期投资啊哈，你可能要花几十万，然后每个月又有一些很多的耗材在用啊哈，哦，所以健保局愿意多给你一点点钱的使用，好，所以355点哦，不是355块啊，哈。哦，所以健保局愿意给我们多一点点，我们很注重的部分会多给你一点点，哈，这一点点能不能 cover 你的成本就不知道了，这样懂啊？希望今天做这个大家有收获，哈，当然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跟订阅哦，谢谢，拜拜。